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大西洋海岸，工人正有条不紊地捕捞着螃蟹。然而捞上来后，暴力扯下其中一个蟹钳，随手就将螃蟹扔回海里。重复这样的动作，直到肥大的蟹钳摆满一筐，工人才心满意足地拉到饭店售卖。但即使一个蟹钳就高达$70，比吃一整只大闸蟹还要贵，依旧深受当地人欢迎。外地人过去旅游也会被导游推荐尝试。这种蟹钳不仅肉多个头大，肉质还十分的鲜美紧实，简单烹饪就能端上餐桌，吃过一次才不虚此行。只不过为什么不连身体一起带回餐厅？这样岂不是能卖出更高价格？况且没有蟹钳后，螃蟹还能继续存活吗？要是将整只螃蟹带走，可是会面临坐牢，因为这种螃蟹非常稀少，只生活在佛罗里达州和墨西哥的部分海域。而螃蟹名为石蟹，也被称为剁手蟹，是不允许人工饲养的。想要吃蟹前，只能冒着危险捕捞，捕捞时还要注意不能伤害到螃蟹本身，不然很容易造成螃蟹死亡。所以普通的捕捞方式根本行不通，包括使用渔网。石蟹腿上有很多倒钩尖刺，暴力撕扯会导致石蟹腿脱落，无法回到大海继续生活。除此之外，石蟹还喜欢生活在石缝里，如果不是外出觅食，它们基本很少离开石头区域，以至于捕捞只能用传统的潜水法。当地渔民只好另寻他法，用腐肉引诱石蟹出洞，再下潜捕捞，或用箱子将其困住，等它们吃的差不多再拉上来，这样才能捕捞到更多石蟹。美国吃石蟹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90年，只是当时石蟹个头小，肉少，在当地并不受欢迎。直到后面民众爱上硕大的蟹钳，石蟹才得以买蟹钳送蟹身的方式进行出售。随着需求扩大，石蟹的数量也在不断减少，甚至有时一蟹难求。即使这样，美国部分地区还是会在每年10月举行1年1度的石蟹节，庆祝石蟹丰收，导致石蟹数量越来越少。如果不加以保护，那石蟹迟早会被吃绝，所以才有了捕捞只取蟹钳的操作。这样做有一个好处，不会伤害到石蟹本身，而且石蟹的大钳子主要是用来敲开坚硬的牡蛎壳，如果没有蟹钳也不用担心会重新长出来，就像壁虎断尾重生一样。只要在取蟹钳时注意技巧和力度，放生的石蟹成活率可达72%，但如果2只蟹钳都取走，那就会降到53%。所以为了保护石蟹，渔民往往只会取走1个蟹钳，捕捞对象要是公蟹，蟹钳也要长到7厘米以上，这也是当地的捕捞规则。由于限制太多，蟹钳的价格节节攀升，令人直呼吃不起。加上石蟹对水质和居住环境要求很高，人工养殖难度很大。希望等石蟹数量变多后，继续吃便宜美味的蟹钳。但即便数量变多，愿意捕捞的人也在减少。一来是活取蟹钳十分危险，一不小心就会被石蟹夹断手指；二来是饵料和燃料价格上涨，利润少，不足以支撑渔民继续冒险，并且取蟹过程看似简单，实则复杂，很容易导致石蟹死亡。人力这块不占优势，渔民自然不愿参与，